对来说系统一些。然后到时候出了课，尽量也把，我所知道的都讲进去，都写到里面。一方面，其实对我来说，一方面也是一个提升，就我能把我自己的知识巩固的更牢一点，然后能把所有的知识梳理的更透彻一点。然后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肯定很辛苦，毕竟我只有一个人，慢慢来吧。哦，甘地是不是那个？哎，甘地是不是那个就是B 站的那个？我记得他好像也挺系统，我好像看过他的5分化吧。对，应该是 B 站的，我对他有印象。他念的好像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他的对知识的梳理还是很棒的啊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具体是怎么搞的，是不是就是1对1，比如说开视频或者语音之类的。如果是我自己，我也是这样做的啊。如果是线上的话，基本上都会这样去指导的。然后大家有什么还是可以问我的，随便问啊，就是我在组间间歇的时候随便问，正好今天想聊聊天了，毕竟很久也没聊了。看了一下那个自然赛，我自己真的都想比一比。明年我先备一备小比赛，备一备小比赛，然后再搞一下省赛吧。省赛完了，我再冲击一下更强的舞台吧，冲击一下。还是有很多地方能提升的，只是对自己还是不是很满意吧。毕竟人性就是欲望无止境，都想要更好的自己。大家有什么打到公屏上，有什么问题打到公屏上，关于健身的都可以问。我再来一组啊，大家有问题就扣到公屏上，可别我一说组，大家都走完了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无所谓的，大家去忙自己的也行。人越来越多了，大家有健身的问题打到公屏上，减脂、增肌，或者体态的，都可以问一问，的。越来越大了，还得练。我今天跟那个自然赛的一比，感觉自己差太多了。早晚也不回来，无所谓了。我其实，我更在意，其实玩网络更多的在意的是变现的能力，而不是说要多少粉丝或者多少关注量。哪怕我没有粉丝，我只要变现强也是可以的。主要还是想发挥自身的价值。体脂到多少练腹，你练腹和体脂到多少不影响，不冲突。你就算体脂30，你可以练腹吗？也能练腹。你的肌肉能练到吗？也能练到。你刷下来以后，腹肌照样好看。只是体脂高了，你的睾酮水平会相对来说比较低。你那个脂肪细胞越多，你身体的芳香化酶就越多，然后你的雌激素水平就更高了。所以，你想要自己睾酮水平高，一定要把体脂控制到10到15吧，这个区间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低于10%，我记得是，然后的睾酮水平也会往下走，不能太低了。对，凯哥已经算是健身的头部了啊，他已经算是他真的是算是健身的头部了。他所有的健身知识都很系统，而且他周边的人，他身边招的那些人也是很有能力的，能力也是很强的。不管从剪辑啊，还是知识的这个系统性，就是系统，
不是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啊，有自己的知识体系。我刚怎么想着想着乱了。只练悬垂举腿不行啊，悬垂举腿能带到你的下腹，尤其是下腹两块，除非你幅度做的特别大，才行，才能带到上腹。然后如果你想让练上面两块，上面靠上一点呢，然后你必须练卷腹啊，各种形式的卷腹。然后如果是练下腹这里，就尽量去做悬垂举腿。然后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悬垂举腿的重点，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，就是你一定不是只抬腿啊，不是为了抬腿去就能把腹练了，就是你要靠骨盆去带动你的腿去卷，这样你的下腹才能带动，就是拿你的骨盆去带着腿去卷啊，而不是说你只是抬腿，只抬腿没有太大作用，你一定要骨盆带着腿往上走，要么都练到你的髂腰肌这里了，就是人鱼线这里。你练一段时间会发现人鱼线的刻度越来越深了，结果下腹一点都没出来，没感觉。所以，我刚才本来还要做5个的，间歇太长了。我现在是每做一组，做到力竭以后，我休息10几秒再做5个。然后我做的组数要比原来少了，容量少了。现在基本做3组了。还有就是悬垂举腿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你就直接在练之前就把骨盆后倾，然后提前后倾骨盆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不抬那么高，你的下腹也有感觉。如果你不做骨盆的后倾，然后你必须要把腿抬到特别高，尽量抬到头上面这里。然后大家有什么健身的问题可以随便问哦。11点了，我很久都没有拿这个号播到这么晚了。然后有什么问题就随便问，我可以给大家等一下示范一下悬垂举腿吧。刚才问的那个还在吗？还在哦。等一下我给你示范一下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哦，悬垂举腿。你看哦，在这里，然后你如果想小幅度的去移动，如果你的腿没有能力抬到很高，你要提前把骨盆做后倾，然后这样，然后拿骨盆往后去卷，做骨盆后倾，这样下腹能收到。还有一个，就如果你不后倾骨盆，或者你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，你就这样，下颚一定要控制好。这样髂腰肌和你下腹一起能练到。如果你只想练到腹，髂腰肌不想让它多费力，你就这样，这样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大家之前看我练胸的话，我的热身会激活一下核心，然后就会做全幅度的。感谢阿勒布拉多的关注。我记得你是不是之前刷到过我？好像对你有点印象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第二种姿势就是做全幅度的吧，全幅度也可以，你的髂腰肌能带上。髂腰肌对于练短跑的来说特别重要啊，就是在交叉的时候，脚剪的时候，两个脚脚剪的时候，你的这个髂腰肌要特别有力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屈髋。有的人啊，就比如说我们在做那个，我在做评估的时候，做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单腿支撑的那个，我忘了叫啥了。然后好多人，他这个髂腰肌的能力就不够，所以我觉得悬垂举腿还是尽量做全幅度的，整个前表链相对来说都能带到一些。然后，悬垂举腿还有一点就是，大家在做悬垂举腿的时候，下放的过程，有的时候你核心不控制的话，你就会往前走，就是往后溜，
就整个人会往后跑。然后所以你一方面是核心要控制住，另一方面就是你必须要做快一点，正好找到那个节奏。你抬腿的那一下正好和那个力做一个抵抗，然后你身体就不会前后去晃了。比如说，看我现在控制我身体就会往后走，然后你必须找到一个节奏，先跟它做一个对抗，然后好对抗，在这儿对抗，然后就可以持续的去动。这样就不会前后晃了。要抢一拍，抢一拍就好。不练了，其实也不是很想练。宽窄举俯卧撑其实就够了。其实俯卧撑这个动作要比卧推要好，为什么？它其实更接近人在生活中的姿势，它是一个远固定的动作，它对你的肌腱、对神经的刺激其实要比卧推要强。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不做俯卧撑？因为提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俯卧撑造成不了更大的刺激。因为如果你想做俯卧撑，你是需要2个人以上的去帮你背后加负重的。但是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1个人去练的，所以只能去靠卧推增加负重。其实如果有能力的话，2个人，我其实更愿意练一练俯卧撑。你看那些练接腱的，他但凡练的水平不低的，他一旦转了健美，他的这个肌腱和韧带的强度特别强，然后他的上限就特别高。所以这个接腱的一些动作其实还是要去练的。其实健身，你不管是接腱还是练这个器械呀，或者你练 CF 呀，或者练什么，其实大家各有各的好处，没有必要互相去诋毁，它都有各自的好处，每个运动都有各自的好处，或者互相找一些优越感，没有必要。最牛逼的就是你啥都会，说啥我啥都可以练出来，哪一方面都不差，那个就是最强的。看任何思维都是辩证出来看的。现在还给我推流了，感谢大家，感谢抖爸爸。展示摆个什么造型？你们说吧，展示一下呗。正展双中二。然后他们这样把背拉出来。睡多久？我是这样啊，对于我除了上课和学习吃饭来说，我就能多休息我就多休息，能多休息我就多休息。对，是的啊，训练只会让大家更疲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训练容量。
就不要让自己太累，就是感觉前2个动作甚至前3个动作，只要对身体的刺激足够了，大家就好好休息，而不是说一直训练，不是练得多越好，不是练得越多越好。如果我能练2组动作，我长得比别人快，我恢复也比别人快，我就能更早的开始下一个循环。所以如果你自己练，如果3组或者2组就能让你造成这个肌肥大的效果，甚至比原来还要状态还要好，你做2组做3组都可以。没有人就是特别规定我就必须做3组动作、4组动作、5组动作，做的组数越多，你身体越疲劳，你做的容量越大，你就恢复越难。蛋白粉不是必要的，如果你通过饮食能补充足够的蛋白质，是完全没必要喝蛋白粉的。而且饮食里面它不仅只是蛋白质，它还有比如说也有脂肪呀，也有微量营养素啊，还有矿物质，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喝蛋白粉，能吃食物靠食物补是最好的。而且尤其是减脂阶段，你吃蛋白质能增强自己的饱腹感，然后消化蛋白质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。所以在减脂期间，我还是推荐大家通过吃去摄入的。然后如果是增肌期间，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胃撑不下很大的容量，你就可以喝这些液态的，比如说米糊或者蛋白粉。但如果能吃，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吃的，吃食物。没事，慢慢练哦，肌肉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。只要你原来达到过原来的那个状态，它恢复起来还是挺快的。我也喝，就是在我比如说等一下，我现在就可以去喝，我已经练完了，我可以喝一点。你不说这个我都忘了，谢谢提醒，谢谢你的提醒。你看我喝不喝？我这儿有6桶粉，然后还有1桶小的。然后我有什么啊？我基本上都会给大家讲的，有什么都会给大家讲的。然后我这5桶蛋白粉之外，也有1桶酪蛋白。酪蛋白是，酪蛋白相对于你身体其他的必需氨基酸来说，酪蛋白是属于一种，不是必要的氨基酸啊，非必需的氨基酸。半胱氨酸和酪氨酸了，我记得是这2个。然后酪氨酸其实它吸收起来就比较慢，所以然后所以在夜间啊，在你睡觉之前，你可以喝一些酪蛋白，它能在夜间里面持续的合成蛋白，为你提供氨基酸。也不是说在自己家练方便，主要我就是干这个的。乳清和酵母好，那肯定是乳清更好，你看价格就知道。然后酵母它其实更多的是植物蛋白，植物蛋白好像里面少4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，但是少4种必需的氨基酸，不是说少，它是量比较少。它要是搭配起来，比如说有那个谷物和豆类一起结合的话，就能更好的弥补。然后乳清蛋白相对就更接近于人体吸收的这种蛋白质的结构，所以乳清蛋白对于人体吸收来说就更快更好。然后如果从食物的角度来讲，是牛奶和鸡蛋是最好的。然后其实我推荐大家就是你要从自己的经济能力去考虑，它其实都能提供蛋白质。如果你确实经济能力有限，其实买酵母其实也可以的。你只要补充足够的，然后你吃食物的话，再补充一些肉类的话，其实，你的动物的、植物的都有。其实我觉得对人来说更好一些。你能补足够的动物蛋白是更好的。减脂的时候，有氧做多了，你有氧怎么能做2个小时以上呢？2个小时以上，肌肉的流失率太高了就是蛋白分解的这个效率就更高了，就是蛋白它分解会越来越多。然后你这个有氧最多做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你就算你想做2个小时，你也要分开做，而且如果你想练力量的话，尽量把这个力量训练放到有氧之前有氧放到力量训练之后，就是哪怕你在一节上体能课的时候，
也是速度或者爆发力的动作安排到最前面，然后这个力量训练，然后安排到这个速度和爆发力的后面，然后最后才是这些耐力的训练，哦。你这个就是安排的不合理，你要比如说你可以先热身阶段热5分钟10分钟，冬天你可以热身时间长一点，等自己流汗了好，然后你就开始做力量做完了，根据自己的状态，你再选择有氧的时间。如果力量训练完你已经很费力了，你已经没状态去做有氧，那就不要做，那只会增加你的疲劳感。就是你要在训练和休息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平衡。对于新手而言，其实大部分人是控制不住这个量的，因为一开始健身，总是假勤奋，总觉得自己要练到特别狠，才是付出了努力的。然后你休息可能休息个2天3天，甚至连续练上几天，疲劳积累的特别深，然后直接停训了，直接断练了，这个可不行。大体重减脂力量和有氧怎么安排？我还是推荐把力量，就是你做了力量以后，然后再去做有氧。如果你尽量分开如果你上下午有时间，尽量上下午分开。上午做力量，下午做有氧，或者早上起来可以做一下空腹有氧，下午再继续力量。他们之间就互不影响。你什么时候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的休息，你不管做有氧还是做力量都有状态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你就尽量先做力量，然后后面再安排有氧。其实对于大体重而言，你只要把饮食控制好，加上力量训练，完全是能瘦下来的。关键在于制造热量缺口。其实和你不管是做力量还是做有氧，其实最后达到的效果其实都差不多的。从长远来看，其实它造成的减脂效果都差不多。你要说非要争的话，你想体重下降的快一点，其实有氧肯定更快，但有氧流失的肌肉相对来说也更高。你减脂期间，你单靠控制饮食，你的肌肉流失率在40%到60%。如果你如果你补充足够的蛋白质，能让你这个肌肉流失率从流失到40%到60%恢复到40%到50%。如果加上力量训练，它肌肉的损耗率会更少，但是它也会损耗的，因为我带过太多这种大体重基数下来的，就算你做力量训练，它也会掉不少的，掉一些肌肉，但是没有那么夸张。感谢心若幽兰送你最好看。减不下去，这个就是怎么说，就是你做的有氧时间太长了，你的皮质醇水平就拉得特别高，然后你的激素水平就会受到影响，反而你的循环系统就是身体循环不起来了。你要一开始不管是运动还是这个热量缺口都不能拉得太大，就要适量，也是我的这个名字，循序渐进，一定要循序渐进的来。你上去不要就是像我说的，不要假勤奋，就是一开始我要很努力，显得自己特别努力的样子，结果自己越来越疲劳，最后减不下去了。你刚开始你的量你不要着急要效果，就是你先让自己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不管是从这个激素或者身体的状态，或者身体素质来讲，先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。因为你体重达到一个特别大的基数，你的身体素质是跟原来比肯定是低于原来的水平的。你要先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，你不要上去你就想一下，就像那会儿我说的，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学数学你就直接做奥赛的题，那肯定不行。你要先慢慢来，自己有个打怪的过程，不要直接搞那个 BOSS， 上去直接打 BOSS， 你直接就是鸡蛋撞石头。所以要慢慢来，让身体你既能恢复过来，然后身体也不是很疲劳，就是能恢复过来，也能给身体造成一定刺激。不是说你加练1天2练1天3练，你提升的就更快，因为你人一天的状态是有限的。但是人一天的状态是有限的，你运动是有极限的，但是你摄入它就说不准了。你摄入有的时候能摄入特别多的热量，你敢说吃上4块蛋糕5块蛋糕，
你之前你做了2个小时有氧，比如2个小时、3个小时的有氧可能都补不回来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控制饮食。哎，怎么控制不了屏幕了？控制不了屏幕了呢？我都不知道说了这么多还在不在。没事，无所谓。我当复习一下自己的东西。复习一下自己的东西。锁了一下屏幕，卡了一下，没事没事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就随便问啊，随便问。然后我知道了就会给大家讲。健身的啊，健身的问题，私人的问题肯定不会回。私人的问题我就跳过了，好，你再听就行。然后要一点一点来啊，不要着急。你哪有做1个小时的有氧啊？像我带的这些人，我顶多让他们做40分钟、50分钟，超过1个小时，你蛋白质分解就更多了。你的功能虽然说脂肪功能会占比比较高，但是有20%左右都是蛋白质去功能了。喝点粉，吃个烂香蕉。喝点蓝蛋白粉，肌肉长。练后的半个小时啊，尤其是对于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，你有氧做了2个小时，你一定要吃一些碳水啊。练后不要担心，因为你不管是力量训练还是高强度的有氧或者时间长的有氧，你的这个糖原会消耗一部分。练后还是要吃一些快碳的。对于减脂来说，练后吃个不要超过0.5倍，然后对于力量训练呢，就尽量吃到1倍的碳水。大家不要跟我学，这么晚去练，一般在睡前的4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吃碳水了。如果你要吃碳水，在睡觉前4个小时吃完，然后你睡眠质量就会比较高，而且你也会更快的入睡。如果你比如说临睡觉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你吃碳水，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影响睡眠质量，然后你就在睡觉中间可能就会起来，因为你的血糖水平降低了。不，你越是胰岛素抵抗，你越要做力量训练，因为胰母素抵抗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的肌肉上的那个胰岛素受体对这个胰母素它不敏感了，然后就是你身体分泌胰母素，但是你的这个肌肉上的这个就是胰母素受体它不是很敏感了，所以你就要尽量去消耗糖，然后让你的肌肉里面缺乏这个糖分，缺乏这个糖原，然后你的这个胰岛素受体相对来说就比之前要敏感，它就需要把更多的糖原吸收到这个肌肉里面，它就需要发挥它的作用。所以你更需要做力量训练了，而不是说做有氧。有氧还会让你肌肉流失的更多，而且像你做这种长时间的有氧，更多的不是消耗你的糖原，其实它更多的是你的这个氧化能系统功能，就是你的这个脂肪和蛋白功能比较多，它反而不是你的糖原功能了，就是你的脂肪细胞功能。你想改善它，就是做力量训练。搞反了怎么？
还有我要说的是，乙酰素抵抗，你要少吃零食，少喝饮料。少吃零食，少喝饮料啊，因为你那个一般吃的零食和饮料里面，它让身体内分泌紊乱的更多的是什么？是果糖。比如说像一些添加糖，它更多的是葡萄糖和那个，就是比如说是蔗糖，它里面也有葡萄糖，也有果糖，有1分子的葡萄糖，1分子果糖，但是果糖对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。我说的果糖不是说水果里面的糖，如果你吃水果影响不大，因为水果里面有很多膳食纤维，它也会降低你的这个乙酰素的水平。但是如果你吃的是这个喝饮料或者吃零食，它这个血糖升的就比较快，它就更多的果糖，它是没有膳食纤维去缓冲的。所以一定要戒糖戒饮料。如果非要喝饮料，喝哪些啊？我想一想啊，好，这些你看这些糖是比较好的，这个是天然的代糖，它在体内不产生热量，阿洛酮糖、罗汉果糖、甜叶菊糖，还有赤藓糖醇。这些糖是比较好的，比如说我买的这个添加糖，它这个糖分，它的甜味好像没有那个什么高，没有蔗糖要高，但是它还是有甜味的啊，有甜味的，但是它不产生热量，然后它会通过一些途径去排出体外的。不会存到身体里面，所以喝饮料就喝添加糖嘛，添加糖，不是代糖，不是那个添加糖，添加糖就是蔗糖之类的。然后大家一定要避免那个什么安赛蜜、阿斯巴甜，这些对人还是，尤其是剂量够了，对人还是有害的。还有麦芽糖醇，其实也会转化成葡萄糖。麦芽糖醇或者麦芽糖醇液，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，它对人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。就是糖分，其实不管你吃的这些精致的碳水，还是一些葡萄糖啊、蔗糖啊，其实它你吃的多了，在身体里面，其实它会引发一些火症啊，就是火连到一起，一个上面一个下面，火症。然后你就有一些慢性的火症，因为这两个字在这个平台是比较敏感的，所以我就垒起来说了啊，大家不要觉得奇怪，火症，而且会让身体产生一些自由基。然后你身体的不管是老化或者身体有一些己某病，其实都是因为这个身体有一些慢性的火症，所以你一定要控制好，包括你的脂肪量的提升，其实都会引发一些火症。然后你不管是生病或者受到外伤，或者什么有一些病毒啊、细菌啊侵入你的人体，你身体会产生更多的自由基，然后让你身体衰老或者有负面影响的，或者有一些 AI 症的，其实都是因为自由基的作用，所以你一定要减少身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身体的火症，相对来说你人就更健康。呀，粘到下面了，我勒个去，这难办啊！
难办也得给他办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哎，怎么我进了这个厨房人怎么少？原来大家都是看我身材来的。不锻炼就没人了。吃鱼是因为，尤其是深海鱼深海鱼里面有充足的这个欧米伽3，深海鱼。然后如果只是为了补充蛋白质，是因为什么？一般白肉它那个脂肪相对来说比红肉脂肪要低一点，但如果吃深海鱼，更多是为了补充欧米伽3。然后人体有2种必须的脂肪酸，一种是阿尔法亚麻酸，一种是亚油酸。然后像欧米伽3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获得？一方面是植物类的，一方面是动物类的。植物类的就是比如说亚麻籽油、紫苏籽。然后对于动物来说就是深海鱼油、磷虾油。我记得这两个它作用是不同的，一个那个 DHA 和 EPA。DHA、EPA 它们含量好像是不一样的。EPA 有一个是 EPA， 有一个是 DHA。然后植物类的我忘了是 EPA 多还是 DHA 多。植物类的好像是 DHA 多，然后它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消除体内的火症，一个是有利于身体的这个心管就是你身体的这里面这个管啊，这个管有利于这个不能说，好像他们都不说，对你的管比较好。心谋管比较好，他们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啊，你一定要区分好。必须的脂肪酸，人体必须的氨基酸有哪些？人体有必须的氨基酸，有非必须的氨基酸。非必须的氨基酸：天冬锰氨酸、天冬锰酰胺、谷氨酰胺、谷氨酸、谷氨酰胺。谷氨酸，还有什么甘氨酸、脯氨酸、丝氨酸，还有一个是条件必需氨基酸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半胱氨酸。半胱氨酸是组成抗体必须的物质，必须有2个以上的这个2个半胱氨酸才能合成抗体，然后必须要在维 C 的作用下才行，才能把这个胱氨酸分解成半胱氨酸，然后才能产生抗体。它需要2个二硫键，然后这个二硫键是需要半胱氨酸的参与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一个酪氨酸。好，我就不展开讲了，我就不展开说了，不展开说了。然后这个维生素我最近还在一直背，维生素看了很久，想到我就联系一下，知识要串起来，要慢慢就忘了。知识和知识要串起来，你看的书之间也要串起来。你看到哪一个点了，你翻某一本书，你会立马翻到。好，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没有？没有的话，我就下播了。我得站到外面，要么我这个不穿衣服，他一会儿会提醒我。都11点半了，等我再吃上几口那个大米吧。大家还有问题没有？11点35了。明天几点起？8点左右吧。
没问题了，没问题，等一下我就下播了哦。感觉大家都没问题了，而且现在我怎么感觉现在这个什么用户什么都增多了，可能也有一些机器人。没有问题，我就下播了哦。有吧，有啊，我觉得是有的哦。我觉得这个最近特别这个机器人增多了一些，就是什么用户什么之类的。我靠，我之前的这些，哇，我找到一个之前的照片，聊天记录里面，保存下来。满满的回忆。下播了。